之前在扁山，魏无羡直到进了灌木丛，才告诉蓝忘机此行是来打山魈的，可也不说打来作甚。而蓝忘机听了毫无表示，只乖乖在他身边埋伏好。魏无羡倒是有些纳闷了，他知道蓝忘机一向话少，可如此由着魏无羡来，一句质疑都没有，他就不怕魏无羡把他给卖了？再说这镜子关系到蓝忘机生死大事，他就不怕魏无羡时间耽搁多了，害他没法还魂？蓝家人平日对一切泰然处之，连在性命关头也如此沉得住气。魏无羡真是甘拜下风。一进襄阳城，魏无羡就携着蓝忘机奔往谢府。他想着设法把蓝忘机支开，再趁机潜入谢府偷者童，正琢磨该找个什么恰当由头，却见身旁蓝忘机微蹙着眉，停下不走了。眼前便是谢府，富丽堂皇，更胜当年，生怕襄阳城里有人不知道他家富的流油。魏无羡刚想跟身旁的蓝忘机发两句牢骚，却发现蓝忘机一直盯着的是谢府大门口挂着的2个网袋。魏无羡顺着蓝忘机的目光仔细一看，那网袋在动，里面有东西正挣扎得厉害。魏无羡看了蓝忘机一眼，便快步上前。离大门3尺开外，他便看清那网袋并非寻常网袋，而是用于制服鬼魂精怪的树灵网，立马伸手拦住蓝忘机，自顾自走上前去。蓝忘机却并不理会他，仍紧随其后。树灵网的材质能伤到长鬼元神，却伤不了魏无羡。魏无羡得以凑近观看，透过网眼看见里面是2个女鬼，被困在网袋里，虚弱挣扎，元神几近涣散。一见魏无羡靠近，其中一个咿咿呀呀地叫着，却始终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魏无羡听见蓝忘机叫他，回头一看，蓝忘机正盯着门柱上张贴着的一张红状，状上密密麻麻写着字。魏无羡认真读完，看了眼网袋里的2个女鬼，决定放她们出来，再细细盘问。刚从树林网里脱身，女鬼们直接瘫倒在地，面色乌青，元气眼看就要殆尽。魏无羡想都没想，伸手欲撕下胸前仅有的2张凝元符为女鬼蔽体，却被跟上前来的蓝忘机扼住手腕，瞪了一眼。接着蓝忘机从自己腰上一圈凝元符里取下2张，贴在2位女鬼身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女鬼们元气稍稍恢复，终于能把事情交代个清楚。原来女鬼们生前是换衣女，那日一人失足落水，另一人见状跳河相救，不料2人水性半斤8两，双双溺亡。本该在人间短暂停留后便赴黄泉路投胎，却被刚好夜猎路过的谢家大公子抓去充公，硬说襄阳城外几起农宅凶杀案是他们干的，还说他们是十恶不赦的厉鬼，得挂在府门外当街示众，困在树林网里，直至元神涣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魏无羡只一眼就知道，这2女鬼刚死不久，还都是浑身毫无怨气的朴素女子，根本没能耐干那种事。可谢大公子一向好大喜功，到手的功绩岂能放掉？知道真相的也大多畏惧谢家权大势大，不敢直言。好不容易有个不怕事的站出来为女鬼说话，也只被众人一盆冷水泼回去。邪祟就是邪祟，只要是邪祟都该千刀万剐，还分什么有罪无罪？魏无羡握紧拳头，还真是跟射日之争一个鸟样。蓝忘机肃然不语。仙门人士夜猎，本该是尽一己之力为民除害，却被他们当作丰功伟绩四处吹嘘。遇到邪祟，本应度化镇压，却被挂在自家门口作秀卖弄。魏无羡对这些虚伪的仙门人士恨得牙痒痒，若不是顾忌面前还有女子，早已破口大骂，问候完他们祖宗18代。可现在眼前还有2个受惊的女鬼，魏无羡只好收起满肚子的脏话，先安抚女鬼情绪。魏无羡柔声道：“2位姑娘不必担心，等你们元神康复，便可转世投胎，再世为人。”说完还对女鬼们笑了一下。女鬼瞧见魏无羡的微笑，如沐春风，元神似乎都稳了些。一女鬼开口：“2位公子如此气宇不凡，不知是何方人士？”魏无羡看了眼蓝忘机：“哦，我们是姑苏来的，生前也是修仙的。”女鬼了然，眼睛亮了亮，却立马又暗淡下去。那为何会如此早早的救？说着越发伤心了，睫毛都垂了下去。
魏无羡最见不得女孩子伤心，女鬼伤心也不行，更别说还是为了自己。他挠了挠头，只得一通瞎说，想让女鬼开心些。哎呀，你别难过啊，虽说我和他死得早，但好歹能死在一起，彼此还能做个伴，想想也挺好的。他说着，胳膊肘悄悄推了蓝忘机一下。是吧，蓝湛？蓝忘机微微侧目，答道：是。魏无羡暗喜，不错嘛，还知道配合了，有长进啊，韩光俊。另一个女鬼插话：想必二位公子感情一定很好了。魏无羡大言不惭：那是，我们生前便一直一起夜猎，死也死在一起。女鬼们听得开心，一颦一笑又现出少女风韵。这时一女鬼羞赧一笑，小声问道：二位公子该不会是道侣吧？另一个瞪圆了眼：瞎说，男子如何结为道侣？男子也是可以的。看着女鬼们红着脸一来一往，魏无羡心觉好笑，不知他们生前是读了什么古怪的话本，竟会想到那一层面上去。不过他现在心下快活，一快活便嘴上没门，见姑娘们可爱，倒还来劲儿了，添油加醋，没羞没臊道：没错，我们就是道侣。他啊，是个十足的小古板，脸皮薄，嘴又硬，整天关在屋子里抄书打坐，见人就板着个脸，笑都不笑一下的。我起初去招惹他，他老是拒绝我，对我又凶又恶，人家都说他肯定讨厌死我了。可我知道，他不过就是嘴硬了点，其实心里可想跟我玩了。我对他软磨硬泡，终于把他拖回我老家，请他吃莲蓬，摘菱角，还请他喝我师姐炖的莲藕排骨汤，什么好玩的都做了。日子久了，我们就再也分不开了，天天都腻歪在一起。女鬼们听得来劲，目光纷纷投向一旁默不作声的蓝忘机。魏无羡心里一紧，生怕露了马脚，连忙侧过头去，却见蓝忘机竟一直凝视着自己。魏无羡被盯得心虚，连忙扯了扯蓝忘机衣袖：蓝湛，你说是不是？从前那时你老是对我爱理不理的，其实心里喜欢我喜欢的不得了。说着还向他使了个眼色。蓝忘机看着他，过了半晌，轻叹道：是。见蓝忘机如此配合，魏无羡这才松了口气，笑得比刚才更得意了。女鬼们听故事听得如痴如醉，又羞又喜，一扫刚才树林王里的虚弱。魏无羡见他们高兴，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能落下，便想着不如趁这个时候，让蓝忘机陪着女鬼恢复元气，自己借探谢府为由把赭瞳偷出来。谢府虽外观曾历经大修，可内里却改动无几。魏无羡凭借着模糊的记忆，很快便寻到了赭瞳。魏无羡回来时，正好看见女鬼在向蓝忘机道别，他便加快脚步，也想送送女鬼，却不巧听见女鬼在跟蓝忘机讲话，一边说还一边捂着嘴笑：二位公子真是佳偶天成，听得人好生羡慕。这位公子虽不说话，但看得出你是很爱那位公子的呢。他一开口呀，你眼睛都移不开了。蓝忘机纹丝不动，魏无羡却涨红了脸。他平日就爱口花花，要换作他听了这些话，定当应对自如，说不定还能讲出几句更过分的来。可现在倒好，魏无羡自己过嘴瘾过舒服了，却留蓝忘机一人去应付那些害臊话。他一想到就羞得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。生前生后都如此恩爱，黄泉路上还能得一人携手作伴，当真是圆满了。愿你们来世还能再续前缘。魏无羡听不下去了，正想上前为蓝忘机解围，却见蓝忘机面不改色的回答：多谢。魏无羡呼吸滞了一拍，待女鬼们向蓝忘机道完别离开，魏无羡才终于有脸走向蓝忘机。可正当魏无羡想唤他，蓝忘机突然回过头，魏无羡一抬眼，刚好就对上他眼睛，二人都站着不动了。他就这么隔着几步路与蓝忘机对望着，一时不知自己是想就这么看着他，还是撒腿朝他飞奔过去。快出襄阳城了，魏无羡仍忘不掉跟女鬼们那番胡诌，想到他们满脸艳羡，再想到自己讲的没一句是真话，魏无羡心里就酸得不行。原本走在前面带路，魏无羡这时却止不回头，就想再多看蓝忘机几眼。少年时魏无羡一直想着来日方长，小古板一时嘴硬，心里绝对是想和他玩的，总会有被他攻破那天，他也就不着急，兴致来了才去撩拨两下。可哪晓得后来
二人竟是如此迅速的渐行渐远。如果他当初对蓝忘机强硬点，直接把他拖回云梦，或者如果他邀约的再诚心一点，省去那些浮于表面的浪当做派，就这么真挚的看着他眼睛说一句你很好，我想和你一起玩，或许两人就能成为真正的知己吧。蓝忘机皱眉，怎么了？